一位65岁的退休阿姨，曾经每天忙得团团转，为家庭、为工作、为生活琐事操心不已。如今，她却过上了截然不同的生活，每天清晨只忙3件小事，剩下的时间清清静静，自在舒服。周围人不禁好奇，是哪3件事有这么神奇的魔力？为什么她能把晚年过得如此简单又幸福？有人以为她会孤独，有人质疑这样的生活太无聊，可实际情况却出乎意料。她从忙乱走向极简，从操劳过度到养生自在，这背后经历了怎样的心路转变？当晚年不再被一堆无谓的事情填满，而是回归自我，追求平静，你会怎么选？今天这支影片不讲虚幻理论，只讲真实故事。一位台湾阿姨用10年忙碌换来一朝醒悟，用3件小事活出了晚年的智慧。欢迎收看《老年智慧》，本期内容您一定要看到最后。我叫陈慧玲，今年65岁，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。年轻时家境普通，没受过太多教育，20岁出头就开始工作养家。结婚后，我有了1儿1女，为了让家里过得去，我和先生一直勤勤恳恳。我在纺织厂做过工，也摆过地摊卖过菜，先生则跑工地当木工。为了养育孩子，我们风里来雨里去，辛辛苦苦忙了大半辈子。好在儿女都争气，儿子阿国和女儿阿梅都顺利长大成人，有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。转眼我也到了退休的年纪。以前每天起早贪黑，一下子闲下来时，其实心里很不习惯。刚刚退休那会儿，我反而有些彷徨，天天不知道该干嘛，觉得生活空荡荡的。只可惜我的老伴在我60出头那年因为一场重病去世了。那之后我更加感到生活失去了重心，天天对着空荡荡的屋子，有时连饭都懒得煮。孩子们也担心我孤单，3不5时让我去跟他们住，或者叫我多出去走走。有段时间，儿子阿国刚好买了新房，生了孩子，夫妻俩白天要上班，家里忙不过来，就邀请我去城里住一阵子，帮忙带孙子。我一听毫不犹豫，心想儿女需要我，做母亲的理所应当帮一把，于是收拾几件衣服，就搬去了台北和他们同住。那段日子说实话过得并不轻松，城市生活节奏快，房子虽然新，却比乡下老家小太多，我连转身都怕碰到东西。我帮着张罗一家3口的3餐，清洁，接送孙子上下幼儿园，每天忙到很晚才能休息。晚上还得和孙子挤一张小床，孩子半夜醒来哭闹，我连觉都睡不好。偏偏媳妇对我的付出好像习以为常，从不会说句感谢，偶尔饭菜做得不合她胃口，还会皱眉嘀咕2句。虽然这些我都忍了，心想一家人不必计较太多，但内心的委屈无人可诉。有次镇里的老人会组织去泡温泉的2天游，我也收到了通知，但因为走不开，只能遗憾地作罢，心里说不出的羡慕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抱着小孙子上下楼时一阵头晕，差点从楼梯摔下来。那一刻我才警觉，自己年纪不小了，这样硬撑恐怕撑不住。当晚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，想起自己退休前盼着能轻松些，没想到却越过越累。先生走后，我一直没真正歇过，难道我的晚年就该这样忙忙碌碌，为儿孙操劳到底吗？想着想着，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我是不是也该为自己活一次？第2天一早，我跟儿子一家提出想回自己家住。儿子听了有点意外，忙问是不是他们照顾不周。我笑着摇摇头，只说年纪大了，还是住自己熟悉的地方比较自在。媳妇在一旁愣了愣，随即勉强笑道：妈，月乐肯定会想你的。儿子也皱着眉说：就是啊，没有您我们忙起来真不知道怎么办。但我只是摇摇头，坚持自己的决定。儿子见我主意已定，也不好强留，只说以后常回去看我。就这样，
我在城里待了3个月后，又回到了乡下老家。坐上回家的客运班车时，我心里踏实了许多。几个小时后，当我拖着行李踏进老家的小院，眼前虽是杂草丛生的旧屋，却让我有种久违的安心。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野花的气息，远处还能听到鸡鸣犬吠，这才是属于我的熟悉天地。我知道儿子一家并不是不孝顺，但我也明白自己的晚年不能再这么委屈下去。正如人们常说，与其被需要，不如被尊重。我想要的是属于自己的体面生活，而不是作为谁家的免费保姆。回到老家后的头几天，我仍然有些不适应，家里冷冷清清，反而觉得有点空虚。一觉醒来，没有孩子的呼唤，没有一长串待办事项等着我，我反而有些不知所措。曾经忙惯了，突然停下来，心里空落落的。有那么2天，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决定。但很快，我发现自由自在的生活其实别有一番滋味。起先，我走进房门，看着屋里堆满了我们夫妻多年的旧物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茶几上还摆着老伴生前爱看的收音机，墙角堆着孩子们小时候的玩具和书本，还有我年轻时攒下却舍不得扔的各种瓶瓶罐罐。这些东西承载了不少回忆，却也让小小的家显得逼仄凌乱。那天下午，我开窗通风，卷起袖子，开始收拾屋子。那些落满灰尘的旧报纸、坏掉的家电、过期的瓶瓶罐罐，统统清理干净。面对一些有纪念意义却不实用的东西，比如老伴的衣物、儿女小时的奖状，我也试着做了取舍，挑几样最珍贵的留下，其余的郑重地打包收藏或处理掉。我明白，过去的已经过去，我要为自己腾出空间，才能迎接新的生活。忙活了一整天，当我把最后一袋杂物拿出门时，夕阳正洒进客厅，屋子焕然一新，显得格外宽敞明亮。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感觉连心里的负担都轻了不少。原来东西少一点，烦恼也会跟着少一点。那一晚，我破天荒地睡了个安稳觉，没有繁琐家务挂心，也没有人半夜叫醒我。隔天清晨，我坐下来仔细算了算账，好在我们夫妻辛苦多年，攒下了一点积蓄，我每月还有一笔退休金，日子虽然不能大富大贵，但养活我一个人绰绰有余。况且现在物欲不多，自己种点菜，平日花销很省，只要身体健康，不给孩子添乱，就是最大的福气。隔天起床，我泡了杯清茶，坐在院子里，突然看到门缝塞进一张聚会邀请函。原来是高中同学要办毕业47周年聚会，邀请我下月去参加。看着那烫金的请柬，我却犹豫了。过去这些年，我几乎没怎么联系老同学，乍一见面，无非是比子女工作，比过往成就。有人衣着光鲜炫耀子女多孝顺，有人诉说疾病缠身，生活艰难。坦白说，我并不想把时间花在这样的聚会上。我心里想着，有些人和事只适合停留在回忆里，相见不如怀念。与其参加聚会比较生活现况，不如珍惜现在，把时间花在真正重要的事上。于是我婉拒了这次同学聚会的邀请，将宝贵的时间留给自己真正重视的事情。我开始反思，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？思来想去，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新的生活原则，每个早晨只做3件对自己最重要的事。哪3件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让身体健康的事，让心情愉悦的事，让自己成长的事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把自己的清晨分成3个部分。首先是活动身体，我给自己规定，每天早上7点前起床，换上轻便的衣服，到附近的公园走上半小时。住在乡下空气好，一大早不少同龄人在公园里打太极，做健康操。我有时也加入他们一起甩甩手，有时则自己沿着小湖慢走，
看晨光透过树影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感到无比心旷神怡。如果遇上下雨天，我就在家里拉拉筋骨，做几节简易体操，或者索性披件雨衣到院子里静听雨声。这半小时的晨练让我的筋骨舒展开，也为一天带来好精神。过去我常常腰酸背痛，自从坚持早起走路后，身体反而比以前硬朗了，血压、血糖都控制得稳稳的。接下来第二件事就是整理生活环境，并为自己准备简单早餐。别小看铺床、扫地这些小事，把家里收拾干净，心情也会跟着清爽起来。我的家不大，加上之前断舍离清掉了很多杂物，每天整理起来并不费劲。我会先把卧室窗户打开，让晨风吹进来，折好被子，顺手擦一擦桌椅，然后浇浇阳台上的花草。以前在儿子家时，我连摆盆花的地方都没有。如今我种了几株兰花和九重葛，每天看着绿叶红花，心情格外舒畅。一圈忙活下来，不到半小时，家里就井井有条了。接着我会给自己准备早餐，通常是一碗地瓜粥或者燕麦，加一个水煮蛋，再配点自己腌的酱菜。和在城市时赶时间，随便扒几口不同。现在我吃饭讲究细嚼慢咽，偶尔还会在早餐后来一杯淡淡的热茶，一边吃一边听听广播里播放的怀旧歌曲，让早晨过得从容惬意。最后，第三件重要的事就是充实内心，让自己每天都有一点新收获。身体和环境都舒展开了，接下来就是给自己的精神世界加点养分。我一直很喜欢阅读，但年轻时太忙，没什么机会静下心看书。现在每天早餐后，我都会泡上一壶高山乌龙茶，拿出一本喜欢的书或当天的报纸，在阳台的摇椅上读上1个小时。有时读散文，有时翻看养生小常识，不管什么内容，我都抱着学习的心态去吸收。我还准备了一个笔记本，遇到好的句子就记下来，或者写写自己当天的感想。这样持续下来，我发现年纪虽然在增长，内心却一天比一天充实，对很多事情也有了新的看法。当然，也有人不理解我的做法。邻居王伯得知我每天在读书学新东西，笑道：“都这把年纪了，还学啥呀？老了就该享清福，别折腾。”我只是笑笑回答：“人老了，身体会慢慢衰退，但脑袋可不能先垮。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哪怕只学一点点，也是给生活添点滋味。”王伯摇摇头说：“我想得开，可能他无法理解，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。有人或许不相信，区区3件小事竟能让一整天都过得舒心惬意。但事实就是如此，早晨给自己一个好的开始，人生下半场也可以过得安稳坦然。把这3件事做完，通常也才上午10点多。余下的时间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中午简单吃点饭菜后，我会小憩片刻。下午有时去附近庙里拜拜，与邻里长辈聊聊天，有时就在家看看电视新闻，做做针线活。晚饭也很简单，煮碗面线荷包蛋，或者蒸个地瓜，就着小菜慢慢吃。晚上我通常9点多就寝，早睡早起，作息规律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。回想刚退休那阵子，我总害怕孤单，但现在每天虽独处，却并不寂寞。相反，我觉得生活变得简单以后，身边每一样东西，每件小事都让我更懂得欣赏。以前忙忙碌碌的时候，怎么也想不到原来平平淡淡才是真。过去为了家人四处奔波，如今我可以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，读一本书，这种踏实宁静的幸福，是我在65岁才第一次真正体会到的。这样的改变也让我的孩子们刮目相看。有一次，女儿阿梅特地回来看我，一进门就惊讶地说：“妈，怎么感觉你家变大了，变亮了？”我笑笑，请她坐下喝茶。阿梅端详着我，说我气色好多了，人也比以前爱笑了。
我跟他分享了我如今的生活日常，还半开玩笑地说，以前妈像陀螺一样被转得团团转，现在终于自己掌握开关，想转就转，不想转就停下。女儿听了直点头，她说，妈，这样过日子就对了，我们也安心。她还感慨地说，妈，以前看你总为我们操劳，以后你就享享清福，不用再管我们了。我笑着点头，你们过得好，就是给妈最大的安心。她临走前再三叮嘱我，有事就告诉他们，不要什么都自己扛着。儿子阿国后来也来过几次，每次都提着很多水果营养品。有一次他还把月月一起带来了，小孙子一见到我就欢呼着扑过来，让我又惊又喜。我赶紧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糖果逗他，小家伙缠着我讲故事，陪他玩积木。那天临别时，月乐搂着我的脖子不放，奶声奶气地问，阿嬷可以跟我们回家吗？听得我鼻子一酸，儿子连忙哄他说，阿嬷家里还有花花草草要照顾呢，下次再来看阿嬷好不好？看着车子载着他们远去，我心里有不舍，但更多的是踏实。隔代亲情浓得化不开，但我也明白，保持适当距离，才能让彼此更懂得珍惜。起初儿子还有些愧疚，问我，妈，你一个人真的习惯吗？要不要搬回来跟我们一起，或者我帮你请个看护？我笑着摆摆手，不用操心我，你看妈现在过得多好，每天睡得好，吃得香，自己照顾自己没问题。看到我精神饱满，儿子也放下心来，他由衷地说，妈，其实我挺佩服你的，像我们年轻人总想着追求名利，忙东忙西，哪像你这样想得通透。我听了一笑，妈也是吃了苦才换来的明白啊。还有一次，我在市场碰见老邻居陈阿姨，她看我提着几样蔬菜，笑着问，慧玲，你今天买这么少呀？不像我们，每次都大包小包。我笑说，简单买点够吃就好，东西买多了也是浪费。聊天中得知陈阿姨每天忙着帮儿女照顾3个孙子，忙到连腰都直不起来。她羡慕地对我说，你好命哦，一个人想干嘛就干嘛，我可走不开啊。混，我笑着劝她，子女需要是福气，但身体是自己的，本也该多为自己想想。陈阿姨叹了口气，说是这么说，可我哪舍得不管孙子呢？我理解地点点头，每个人的难处不同，我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能由衷希望他平平安安。那一刻，我更加庆幸自己及时止损，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，宁可独处清静，也不盲目随大流去过那种身累心更累的晚年。有人说，宁可孤独，也别选错养老的路。我现在是深有体会。前阵子，镇上的老人会又组织了一次短途旅行，这回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我们一群60、70岁的老人家坐着游览车，到山里泡温泉、采茶，还去夜市品尝了当地小吃。2天下来，大家玩得尽兴，我整个人也像年轻了10岁。同行的伙伴笑说，没想到我以前总不露面，现在变得这么活跃。我开玩笑答，以前是分身乏术，现在终于自由了。那一刻，我发自内心地感谢自己的选择，让我能有余闲欣赏生活的美好。回家那晚，我翻出老伴的照片，看着他熟悉的笑容，仿佛听见他在说，你终于懂得疼自己了。我点点头，眼眶有些湿润，心中默念，是啊，你走后我才慢慢明白，人生下半场不能再只为别人而活。转眼之间，我已经按照自己的节奏过了半年多。想不到65岁之后的生活，比起前半辈子的操劳，竟然别有一番精彩。我用几十年辛苦换来儿女成长，却在晚年才明白为自己而活的可贵。过去总以为人老了就该依赖儿女，牺牲奉献是做长辈的本分。现在才体悟到，人老了最怕的不是没有依靠，而是没有自己的生活。我想对和我一样迈入晚年的朋友们说，千万别把自己的晚年活成了别人附属品。儿女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
却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。别再认为牺牲自己是理所当然，也不要把所有希望都压在孩子身上。学会为自己考虑，哪怕晚一点开始也不迟。也想对年轻人说，父母养你们成人不容易，别等失去了才想起关心他们。陪伴不在于花多少钱，而在于用心倾听，真诚交流。最后，我也总结了5点晚年生活的心得，跟大家共勉。1. 健康是根本，每天运动，早睡早起，让身体强健，是晚年最大的底气。2. 生活要减法，物质上断舍离，交往上远离无效社交，东西少一点，事情简单一点，心就轻松一点。3. 不依赖子女，也不苛求子女，自己养活自己，内心自会安定踏实。4. 独处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有精神寄托，宁可一个人自在，也不要为了热闹委屈自己。5. 活到老学到老，不断给自己定小目标，尝试新事物，哪怕学种花，学用智能手机，这份进步和成就感会让你充满活力。影片到此结束了，你觉得这样的极简退休生活怎么样呢？如果到了你60几岁，愿意每天只做3件事，享受清静吗？还是觉得那样太无聊，太孤单？有人说，人老了就该多帮帮子女，带带孙，一家人热热闹闹才有意义。也有人说，忙了一辈子，晚年就该为自己活，学会放下累赘，享受清闲。你怎么看呢？你支持他的选择吗？还是有不同想法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你的看法。如果你或你的家人也有类似的经历，也欢迎分享，让更多人了解不一样的退休活法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才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也请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，留言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。